枪是你爸的吗？我没见过吧，哥，我是真没见过。我怎么会见过这把枪呢？我刚回来1个月，这么多年，我当他是我最好的寿命，他抢了我最深爱的女人，我喝醉酒了，我忍不住了。不是，然，你想不想死啊？欢迎各位议员来到黑山帮的年度总结大会。黑山帮是本地第1大帮，你们是帮派的核心成员。今天总结会上，你们需要向新帮主汇报这一年的工作业绩，但你们当中似乎有人隐瞒着更深的秘密。有卧底，有点意思。业务部门举例：行动1组、2组，善后1组、2组，财务组、宣传组负责帮内各项宣发工作。黑山帮还要宣发？黑山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对，现在已经说了4组了，还有1组是监察组。哦，现在有5组，但是我们有6个人，就是有一组要有2个人。对，那直接分吧。我觉得行动组2个人嘛，赢了的2个人，行动组，然后行吧，然后第2轮赢了的人，咱们这样更快。可以，好，来吧，听天由命。对，来，黑白配，黑白配。那是不，财务组哥，我财务组，对，你是财务组。管钱呢？宣传组我要干些什么？物料。你们当中似乎有人隐藏着更深的秘密，就说明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人会有一些特殊身份。这个就是不说出来。有可能就有人在演，要么就是可能在过程中在演。我做那个房屋租赁吧，要不都行吧？房屋租赁吧。你那个平台可以是订酒店的嘛？订飞机、订酒店的嘛？做了，这不就很大吗？哦，那我这不就是？这不就是那个和那个了吗？我不就是那个和那个吗？宣发组，好，这宣发组一下就累了。好多东西，不知道怎么宣怎么发。老师来了，紧张了。你别说，我心跳开始加速了，我也是紧张了，那肯定的呀。我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，女帮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帮主好。哎呀，坐，帮主好。谁给你倒好了？这么客气干嘛？坐。好久没见了，特意点了您喜欢的上海菜。怎么样？最近？今年财务组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去年在业务上面，我们总共赚了3个亿，但是今年2个亿还不够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宣传方面，还是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。财务组刚刚说的问题呢，是这样：行动1组，他们做了个 app， 就花了1.5亿，还做了个什么主题曲，然后要找一个什么很出名的歌手，非得让他来唱，又花了1000多万。行动1组这么做，是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板块已经到了第2的位置了。人家那家公司请了柯纯，我们只能请现在的顶流明星姚冠宇。好笑吗？今天什么日子？1年1度述职大会，也是前帮主走了1年的日子。他是被我们自己人干掉的，就在你们6个中间。汉兰，大哥跟我说，他最信得过的人就是你。我跟大哥从小
出生日时，我肯定不会做那个事情。最新加入就是你。我记得有一天，你跟他吵得很凶。我刚来1个月。你刚来1个月，刚来1个月的人，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吗？姚冠军是我爸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我爸说让我回来替帮派做点事情。他有问题，你也脱不了关系。不能吧？我爸为人那么和善，我这，对吧？为人也这么和善。帮主，您看我看，我怎么跟老帮主认识的？你们都不知道是吧？我售出的第1套房，就是老帮主买的，那是我恩人，他把我招到公司来的。我们的帮主太太都是我介绍的。那你更有居心了。我是裙带关系进来的，他好我才好呀，我怎么可能害他呢？我。1年了，没有抓到凶手，到现在都不能入土为安。大哥，你救过我，帮过我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们下辈子见。我没做过，不是我。大哥，你对我什么样，我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咱们2个一起吃过的那个烤冷面，我现在还是自己想你的时候就去吃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把我大哥害死的，我看着呢。大哥，从小是你把我带大的。我今天一定要看看是谁把你害死的。雷叔，小时候见过。我爸跟您是好兄弟，虽然没想到第2次见您是这样的情况，但我既然继承了我爸的事业，我也一定会帮您查出来，到底是谁害的你。老帮主，
你从小看着我长大，虽然我也经常揍我，但其实我还是把你一样当父亲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出凶手。张浩为、殷凯，你们对老帮主的忠心，他听见了，出去吧。尚新月，出去吧。凭什么让我出去？因为现在是我在抓凶手的时候。拿好了，出去。就你们3个了。老帮主就死在这把枪里，这枪里还有当时被卡了的几颗子弹。你们肯定其中有人是认识这把枪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自己承认，我不会让你死那么难看。当初你爸是对老帮主意见最大的人。这枪是你爸的吗？我没见过，本哥，我是真没见过。我怎么会见过这把枪呢？我刚回来1个月。过去没听你爸说过，他还有你这么个儿子。我在国外这么多年，他那么多私生子，我上哪儿知道去啊，兄弟？哈文哥，今天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解决了。你想怎样？我看看枪干嘛啊？哼，那么激动啊？这枪是假的。我就想看看谁会拿这把枪。这显然这枪不是你的，是你的你不会拿起来。行了，走吧。不是你。谢谢帮主。熊黛林，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？我没事。你没事，你心虚什么？我心虚什么了？你跟帮主什么关系？他每年给你那么多钱，你还不够？是不是你？你管那么多钱，你敢说你没有中饱私囊吗？是我做的。这么多年，我当她是我最好的寿命，她抢了我最深爱的女人，我喝醉酒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就是杀她。他都承认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我不相信。他都承认了，你为什么不相信？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他为什么要承认？我不知道。因为那个女人是你。他为了你杀害了帮主。我不知道。你不要冤枉，你不要冤枉他，不要冤枉他。
是你是吗，梁汉文？係我做嘅，係我做嘅，你對到我啊！不是，你想不想死啊？爱你的男人都死了，你不想死？来，起来，给你一次机会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？哎，死得太不值了。行了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天哪！我想到，他也是为我，然后帮主也是为我，我不知道他能接得住。哎，你真的好厉害！你们两个好有默契啊！我们一开始我们一点都没有商量过的，就是自己想自己的事，最后居然跑到一块儿去了。我只是想到了这条线，结果汉文科居然秒懂什么意思，就立马站起来保护我。我说，哎，对上了。其实那种即兴的游戏、演戏的游戏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接触过。我跟冠宇在讨论他爸爸那个剧情的时候，我瞄一瞄那个手枪，然后他反应很快，年轻人呢很快就已经拿那个枪了。我没有想是涛姐，我巨惊喜无比。本来我预计的是黑帮派的这个新帮主来了，我要就是很不爽他，但是我看到是涛姐，我就瞬间转换，开始成小二了。我还给他搬椅子，给他叠那个餐巾，就是爱慕已久。哇，天哪！对啊，哎，好累第一次这样子被人打死。对啊。你一点都不爱他呢，人家都死了，你多少感慨上啊！你两个人终于都死了，一个死了，又一个又死了，你不趴在他的尸体面前跟他那什么一下，给你机会你不给他点呢？那我就是最大了呀！想不到，脑子懵了。丁贵守护成长，无限超越梦想。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，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，专业做扫描，扫得更专业。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。告诉我，你的病不是真的，我不允许你生病。他这个病可以治啊，医药费也可以报啊。你不是买了好医保吗？人家就这么一个小病，让你给演成了绝症。不过癌症、心血管病。蚂蚁保好医保也能保，蚂蚁保好医保，大病小病都能保，医保报完还能报，可以报啊，可以报啊！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干嘛？接风，大家好啊，坐。老师您坐。啊，原来你们没有准备我来的噻。连椅子都没有。老师你坐我身上。出了头了。坐好，外面有个椅子，是吧？
啊，你去拿，我去拿，快！我来开门。快！来放这里，来坐。好。你看你们这么多年都忘了，老师叫你做，你真的做，我还没做，你们坐。老师坐下之后，我们再做。OK 了。啊，好久没见你们了啊！今天见你们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。今天特别叫你们来，我是想告诉你们，我准备退圈了。所以呢，我是想呼示一些接班人。那今天我就想从你们里面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个，我觉得还行的。今天考验的主题是解放天性。我很看重演员的一个点是不被自己的形象和外界的评价所定义，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6个怎么样能够让我开心？谁先讲？我先吧。好，大姐先。笑了。在你身邊，路雖遠未疲倦，伴你乜恨一段接一段。你是在唱广东歌、广东话还是國語啊？这是粤语。我连个广东人都听不懂，这是粤语，够厉害。好，下一个。正月里是里啊，正月里初3事儿，社里头放年假，我们2个去串门儿啊。我想问一下老师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知不知道这所有的动物里面哪种动物最容易摔倒？最容易摔倒了？最容易摔倒，就它站不起来。狐狸，因为它脚滑。人说云，我觉得你应该离开我们这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？可以离开我们。老师，那个我来。老师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我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，所以我决定我可以坐得离您近点吗？可以。我哋好兄弟啊嘛，記得啊，你出錢，我出包。哎呀！你仆街喎！頭先啊，你話你出錢，我出包，唔係啊！哎呀，我哋30年交情，你竟然呃我啊！30年啊！好。啊，你出錢，我出包。他们都没有想过去模仿我，你一直都在想模仿我，就证明呢你是有心机的，你就是想夺我这个位。对呀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出去了。可以啊！我唔想走啊！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啊！我说你这么口不对心的人，走。可以，记得打电话啊，有空要联络啊。大姐，这门关得最快了。哎呀，轻松很多呀！我把他们3个打发出去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们3个还是我想帮的啊。但是最重要是，其实师傅哪会退圈呢？啊，我还是会干下去的。害我开心了一下啊！不，我就看你们到底你们有谁想谋头上位？哎，没有啊，希望师傅永远都在，您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啊。我们是6个同公司的同事，先定职位呗。我觉得是。怎么办？你说，你比较经验丰富。
他肯定他实习生，我们俩一样的，我们俩我也是实习生吗？这样子，那你是刚刚转正的啊，然后我是这个部门里面其实是做最久，但一直没有升职的。他是这个部门最高的领导，然后他是跟着你的小助理，你是部门里面最刻苦耐劳的。合理吗？太棒了，你以后做编剧。一个团队最害怕七嘴八舌，与其他们七嘴八舌，不如我赶快编出一个情景，至少大家有一个逻辑思维顺着走。哮天在特别好，他就像一个当时的编剧，他能把每个人的情节给我们编好。那我们的戏就在状态里面、对话里面丢出来。OK， 没问题。这就不能太那啥了，太干净了一会儿。是。哎，有 feel， 你们这样子是对的。主要下海。哦，压缩饼干。哎，不要拿走，不要拿走，这是道具。你干嘛？你是去干嘛了？我这不给你们去下河摸鱼去了吗？呀，你真变猴子了，像猴是不是？啊。你不要在这里再做美猴王了，拜托。没有，他太习惯了，他已经进入那个。是的，是的。我没演猴，老师，我刚才也没演猴，只不过你们看我像猴而已。因为你的动作都是这个。这没有，我是在这搓手的，老师是你们有一种固有的思想的。就跟老师，你们看刘晓玲刘老师现在演什么戏，他都觉得你带入到孙悟空。对，这也是。这边吗？哦，是你们几位啊？潘老师可以拥抱吗？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我们就是在一起走进戏剧。好。好的。好，快坐。你们应该也感受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。是在一个荒岛，你们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我们第一个环节去完成的任务命题是，在荒岛里边，白天有光线的，此时此刻遇到饥饿会是怎么样的？跟我想完全不一样，我以为是给我们一个情景，然后大家自己演，结果主题一丢出来，哇，我也有点愣住。你们会怎么样的去表述你们的饥饿？相信你们的饥饿是成立的。好，开始。饿死了，还不吃饭？饿，不咋吃了。哎，就剩那么点了。嗨，我刚刚到山上去看了一下，还是没有船经过，然后手机还是没电，也没信号。没关系，大家冷静一下，我们先去找点东西。没事，你吃，你先吃。老师，来，好了，这是我们团队现在唯一的希望。来，这边有压缩饼干，先解决这个。不能再吃真的都没有东西吃了，我们还不知道要等多久。铁柱，你能不能冷静一下？如果说他有信号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手机有信号，我们就得救了。难道你们不想出去这个地方吗？我待了3天了。
王铁柱的表演有戏曲的功底，命题饥饿，他演饥饿以后，引发出来饥饿以后所产生的可能的动作，他在不停地寻找各种体现饿。你怎么了，铁柱？啊，我吃的太急了，没事，我勒一下就好。因为饿冷，他又去穿衣服了。因为这个环境怎么办？他去眺望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因为这个点引发出来的各种连带的反应，这儿找动作，那儿找行为，那种形体，哎呀，填得满满的，相当饱满。他们现在几个人跟疯了一样，能量这么消耗，不是会更饿吗？大家非常的饿，先要把当下的问题解决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朱孝天、刘璇呢，我认为他对命题的理解有所缺陷。首先，饥饿形态没有表达出来，更多的在以年长的身份动员大家、安定大家过多了。苏琪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注意力全到你那儿去了，缩在那儿，我感到饿了。但是你一直是这样，太单一，没有行动，没有发展。黄硕只是一个小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怎么办？你得赋予行动啊！你肯定得想办法。他是个本能啊，你中无助的东西都没有演出来。你也一样，太被动。大家对环境的感受还不够，一定要围绕这个命题来做事情。那通过这样分析呢，相比之下，王铁柱的表演通过自己的肢体感受也有了，延伸也有了，为什么要串来串去，行为逻辑都有了？我觉得王铁柱你可以先晋级啊。都饿过呀，饿过就那还哪有功夫还说话啊？看有啥你就吃啥就完了呗，这不就是饿吗？第二个命题是你们在饥饿的情况下，你们感到冷了，它是要叠加来演的。那个味道。我们靠近一点好不好？大家挨着点，不然实在太冷。看远过来。这都第几天了？姐姐胃疼怎么办？我们凑紧一点，太冷。那这样也不是办法呀。就太在一窝堆里面了，只是冷，缺少行为，没有创造力，就是需要创造力。是不是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外头过来呢？有没有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海面？还是没有传来？怎么办？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去外头找一找有没有石头可以滑的呢？所有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你们要带着这种，都要冷到冷也是有程度的。现在最突出的就是